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两京15日诚意新剧，惋惜遗憾缺席，王鹤润接棒女主。一则两京15日女主角由惋惜更换为王鹤润的消息，在影视圈掀起不小波澜。这看似普通的演员更替背后，实则暗藏着欢瑞世纪这家老牌影视公司长久以来的艺人孵化焦虑。当诚意又要带新人成为热议话题，我们不禁要问：这种以老带新的模式究竟是双赢策略，还是暴露了影视公司在艺人培养上的结构性困境？欢瑞世纪对老带新模式的执着几乎到了偏执的程度。从琉璃中原冰岩搭档诚意，到沉香如屑安排杨紫与诚意合作，再到莲花楼中陈都灵与诚意的组合，欢瑞似乎找到了一条以顶流带动新人的捷径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近5年内欢瑞出品的头部剧集中，超过70%采用了资深艺人搭配公司新人的演员配置。这种模式在商业考量上无可厚非，既保证了剧集的基础热度，又能压缩制作成本，同时完成对新人的曝光扶持。然而，市场反馈却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。琉璃的成功让袁冰妍迅速跻身一线，但沉香如屑中新人演员的表现却引发了资源咖的质疑。数据显示，欢瑞新人主演剧集的平均豆瓣评分比全资深阵容低 0.8 分，收视率波动幅度高达 40%。这暴露出一个残酷现实，不是所有新人都能借力前辈光环一飞冲天。观众对生硬捧新行为的容忍度正在降低。王鹤润此次面临的舆论压力堪称典型案例。这位1994年出生的女演员，虽参演过《知否知否》应试、绿肥红瘦、长安12时辰等热门剧集，但始终处于戏红人不红的状态。欢瑞选中她接替惋惜，看重的或许正是她扎实的演技功底和相对空白的舆论形象。然而，社交媒体上长相没有辨识度、代表作匮乏等评价甚嚣尘上，折射出观众对空降女主的本能抵触。这种反应不仅关乎演员个人，更反映了市场对影视公司强行推新策略的审美疲劳。深入分析欢瑞的艺人结构，我们会发现其面临青黄不接的严峻局面。公司目前拥有30余位签约艺人，除诚意、任嘉伦等少数几位能够独立扛剧外，大多数处于半熟状态。对比正午阳光、柠檬影业等竞品公司均衡的艺人梯队，欢瑞的断层现象尤为突出。这种结构缺陷迫使公司不断重复老带新的套路，形成恶性循环。财报显示，欢瑞艺人经济收入增长率已连续3年低于行业平均水平，验证了单一孵化模式的局限性。影视行业的集体焦虑在欢瑞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。随着爱优腾等平台自制内容比例提升，传统影视公司的造星能力被不断削弱。数据显示，2023年新晋顶流艺人中，平台自制剧出身者占比达 65%， 远超影视公司出品剧集。欢瑞坚持老带新的背后，是对失去艺人孵化主导权的深层恐惧。这种恐惧导致其过度依赖已成名的少数艺人，反而阻碍了新人自然生长的空间。跳出欢瑞个案，我们应当反思影视公司艺人培养的系统性困局。韩国娱乐工业的练习生体系、好莱坞的选角导演制度，都证明了艺人孵化需要专业化、系统化的支持。反观国内，多数公司仍停留在拍戏带人的原始阶段。欢瑞若能建立表演培训、角色匹配、舆情管理的全链条培养机制，或许比简单粗暴的塞人更能赢得市场认可。两京15日的换角风波终将平息，但欢瑞世纪面临的艺人战略转型才刚刚开始。
当观众越来越抗拒资本强推的资源咖，当新人演员在社交媒体时代面临更严苛的审视，影视公司必须重新思考，是要继续消耗顶流艺人的号召力来填补自身培养体系的缺失，还是沉下心来构建可持续的艺人成长生态？答案不仅关乎一家公司的兴衰，更指向整个行业如何走出急功近利的恶性循环。在这个内容为王的时代，观众最终选择的永远是那些凭实力自然生长的演员。欢瑞世纪若想真正解决成艺又要带新人的困局，或许应该少一些套路化的商业计算，多一些对艺术规律和市场理性的尊重。毕竟，最好的捧新方式，从来不是让顶流艺人当人肉背景板，而是给新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，让他们用自己的光芒照亮观众的眼睛。